大家好，我是13，欢迎回到逆改日记的第2篇。那我们这次呢要换前后轮胎，拍谁那个后面背景音有那个洗衣机的声音，因为我刚刚去洗衣服。好了，那在拆之前我要先讲一下，因为毕竟这台是 Daytona， 然后它前面配这么高级的组件，我如果整组拆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还是要做点功课啦，因为它不像忍300嘛，我就拆然后单叠。那这个部分是 monoblock， 加上它本身 Öhlins 的系统也不太一样，不过拆应该还是很快啦，只是装回去的时候可能要多用心一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换拆前轮。好了，那我最后选的是 Bridgestone 的 Battlex RS10。那这个 RS10 呢，现在刚好在促销。那这个轮胎呢，取向就是比较属于高性能的街道跑车胎。那高性能主要就是指说它赛道跟街道两用就不错。那当然 R10 的话呢，就是属于赛道 ，RS10 的话就是还有街道的一个成分在。那选择这样属性的轮胎也是因为冬天下雨，然后像气温比较低，所以我想说，平常冬天如果要出去骑车的话呢，至少不能没有抓地力。那除了看这个轮胎之外，我还有看 Dunlop Q4， 当然还有 Q3 Plus。那这个轮胎好像在亚洲没有卖，是美国还蛮夯的，很多人赛道喜欢用 Dunlop 轮胎，就是因为它价钱不错，然后抓地力又很好，主要是好像是很耐磨啦。那再来就是 Pirelli 的 Supercorsa SP。那看 SP 版也是因为 SP 是属于街道跟赛道两用嘛。Pirelli 的 Supercorsa 呢，真的是很贵啦，我觉得。那这条我记得它是 Yamaha R1 的原厂胎吧。那有些人觉得它的缺点就是慢热，它如果要上赛道的话呢，可能要先暖身这个1-2圈，然后确定温度上来之后才能跑，不然的话还没上来温度的时候其实是蛮滑的。那我还听说它耐磨程度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好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待观察。那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试 RS10 轮胎，因为我之前那时候是用Bridgestone 的 RS03 嘛。所以我其实对这个家族的轮胎都还蛮喜欢的啦，所以刚好来试试看。那它的 profile 呢，你看不看得到？对啊，就是属于像这样子，跟003那样子一样，是往上这样凸，然后往下切。所以我觉得换上去之后呢，洗洗看我才知道啦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上路是绝对不可能用这种光头胎去跑了。就像这样骑，现在这个温度，假如如果有点湿的话，我直接 GG。因为这次时间紧迫，所以我没有自己去换轮胎，我就直接抓个时间，然后带轮胎跟轮圈直接去店里面换，然后换好回来我再装回去。好，出发！北加的冬天早上都很常这样子起大雾啊，湿湿的，又很冷。不过好险不像美国其他地方会有点下雪。到了。
轮胎现在清完了，然后在装上去之前呢，我会先清理一下刹车，就拿那个 brake cleaner 先喷一下，那应该可以直接装上了。大功告成。那这次装这个轮胎，我觉得跟之前的300最大的不同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 Brembo 它的 caliper 它的卡钳，它装上去的时候，它没有那个叫什么 guiding pin， 是不是？就是你位置的话，你自己锁的话，可能它不一定会准确，所以我多了一个步骤，就是刚刚直接用刹车刹住，就让它跑，然后刹住。抓紧的位置呢，就是它跟碟盘就是正确的位置，那再利用那个方式去把它锁紧。那最后这个 pinch pull 呢，在锁紧之前呢，就在前叉部分有上下移动一下，然后确定位置都正确之后呢，就把它锁紧。那当然一定要用 torque wrench 啦，你没有扭力扳手的话，这些数值就不对的话就很麻烦。那我因为下面这个 pinch pull 数值比较少，所以我后来还买了一个比较短一点点的。不然我之前有听别人说不小心可能没有用对，就直接锁断，哇，那就麻烦了。好啦，那轮胎呢就到这边。接下来就是要把车子全部物归原位，东西就放回去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